真心永远要留给同频真诚的人。看郭雨欣和张智、建然的专访，完全看不出两人是手搭，默默关注着对方的动态，看过对方的作品，带着对对方表演功底的认可，还说实拍建然时，全程几乎不用反复磨合，对待角色的理解也出乎意料的格外契合。剧中一个是被前任渣后，从性格张扬变得胆小懦弱的公司职员，一个是霸总，是公司顶头上司，是女主分手5年后再见依旧会心动的狼狗弟弟。而私下，郭雨欣因为喜欢独自出游、随性生活，和剧中陈琳自由洒脱的性格高度重合，张智会不断的钻研卸练，也依托自身感悟塑造角色独有的破碎与温柔。两人更是不约而同站在彼此角色的视角欣赏对方的演绎，抛开角色层面的默契，面对当下快速更迭的短剧行业，两个人的每一个想法意外达成统一。我只需要担心我的表演、我的台词，然后我的基本功这些问题。行业发展的很快，之后能去做到哪一天，演到哪一天，我并不知道。但当我已经拿到了这个项目的时候，就好好演好它吧。人物是慢慢被彼此治愈浸染的，演员是抱着相同的敬业心态稳步前行的，这样的默契度，新剧渐染，高低得尝一口。天生璞玉，清冷自重，陈天祥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。他是短剧圈公认的天选古人，有着一双眼尾微扬的狭长丹凤眼，衬着干净清澈的东方清冷骨相。高直细鼻，立体精巧，薄唇线条清冷又极具辨识度，五官疏朗克制，禁欲贵气，浑然天成，妥妥的斯文败类霸总。凭出众外形被偶然发掘，却被全网骂短剧咖、古装花瓶。外界只盯他的脸，却看不到这张脸背后的故事。欢迎来到 Model 秀，本期为您拆解陈天祥到底凭什么破格出圈，稳坐内娱清冷禁欲系颜值天花板。出道至今，实际能打的短剧演员有几位？陈天祥算一个，一年40-50个短剧，全网播放量破100亿。这一串数字背后不是运气，是日均15小时连轴转，是全程无替身，在零下雪地拍到凌晨4点。你以为他的战场只在片场？错了，他的时尚资源更是亮眼。他是首位登上时尚科怎么 Beauty Bible 封面的短剧演员，首小时销量7618册，5人同封中断层第一，奖项也同样硬气。全国微短剧人物大奖年度影响力男演员，北影节星汉多维质感演绎者。一个短剧演员站在了北影节的领奖台上，这在以前你敢想？外界只知他靠外形吸粉诟病不断，却不知这份资源跃升的背后，是他用40-50部戏上百个角色一场一场硬打出来的。没有捷径，没有退路，只有镜头前那张永远清冷禁欲的顶级神颜。2026开年，陈天祥扔出一颗炸弹，18岁太奶奶驾到4开播前，没人压这部续集能爆，可他演的季莫寒第1集就让人闭嘴了，冷白皮肤，利落背头，无框眼镜，窄长轮廓配高挺鼻梁，五官克制到几乎没有表情，但就是这张不笑的脸，让弹幕刷了整整3分钟，好绝。制作方找季莫寒这个角色找了2个月，高质感清冷贵公子，要帅但不能油，要冷但不能面瘫，试了一圈都不对。直到有人刷到陈天祥的混剪片段，3分钟，制片人看完只说了一句：就他实习那天没有剧本，没有预演，他往那儿一站，眼神一抬，嘴角微微压了一下，全场安静了。导演后来说，他不是在演季莫寒，他往那儿一站就是季莫寒。开播首日热度狂揽17602万，11小时收藏破100万，24小时超200万，热播榜、新剧榜、收藏榜3榜第一，春节档霸榜，全网热度断层领跑。弹幕里有一句话被顶到最高，他终于被看见了，凭清冷禁欲颜值火速出圈，成为业内公认的颜值标杆。可你知道吗？这一部爆款之前，他已经凭另一部戏封神。在糟糕和闺蜜一起穿书后把反派玩坏了中，他演摄政王萧沉渊，权倾朝野，英俊冷峻，弹幕叫他禁欲反派天花板。这个角色难在哪儿？难在他不能演。全谋全陈的冷要靠眼神收，情深隐忍的柔要靠眼神放，多一分油腻，少一分面瘫。陈天祥怎么演的？剧中台词：权力从不是用来滥杀。他说的极轻极淡，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儿。但就是这句轻飘飘的台词，成了全剧最出圈的名场面。剧集上线首日，热度逼近12428万，稳居平台第2，双周追剧人数突破2000万。春节档他的2部剧包揽冠亚军，一个短剧演员，春节档冠亚军全是他的。有人说他是清冷禁欲系颜值天花板，有人说他是天选古人，古装半永久男神。可他靠的从来不是皮囊，是试戏时没有剧本，只靠一个眼神拿下角色，是哭戏忍住不哭，让观众替他哭，是一部接一部的爆款，用角色说话，用数据打脸，不刻意，不张扬，不油腻，五官克制干净，气质疏离清冷，自带与生俱来的禁欲贵气，坐稳内娱清冷禁欲系颜值天花板的至高地位。很多人好奇，
这张脸是怎么杀出来的？短剧圈内卷成什么样，不用我多说，可他偏偏站到了最前面。2025年，双面权臣暗恋我，一人分饰2角，冷面丞相杀伐果断，白发无足天真浪漫，播放量破10万，一战封神。天选古人的标签从这部戏开始被全网喊响，可你知道吗？就在这部戏之前，他的名字还没几个人叫得出来。2022年，播音专业的他误打误撞进了短剧圈，没有科班训练，没有资源背书，没有团队铺路，他接的都是配角小众短剧，戏份零碎，镜头稀缺，有时候一整部剧下来露脸不到10分钟，试戏碰壁，角色被替换，外形被挑剔，冷眼与否定贯穿了他整个蛰伏期。他不是没有捷径可走，而是选了最难的那条。收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反复看经典片段，对着镜子抠表情练眼神，一个哭戏他对着镜子练到眼睛红肿。有人问他值得吗？他没回答。第二天又准时出现在了片场，从龙套到配角，从配角到主角，这条路他走了整整3年。这便是陈天祥，不炒作，不媚粉，不蹭热度，以清冷骨相出圈，以踏实实力立足，不靠资本，不靠流量，只靠热爱。他熬过了低谷，扛过了偏见，稳稳坐上了内娱清冷禁欲感颜值天花板。不是因为他生来就在那里，是因为他一步一步自己走上来的。文姐被火烧死后，陈毅明明都快被拐到国外打黑拳了，还是咬牙提前把苗静送走。他到底发现了张斌的什么秘密？首先，我们得先确定一件事，那就是当年纵火案发生后，陈毅才马不停蹄地把苗静送出藤城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切都和当年那场火有关。那背后主使会是谁呢？我想从剧播到现在，最明显的反派有2位，一是翟风茂，二是张斌。这2个人中，我会更倾向于张斌是幕后主使。注意，在第9集他俩吃饭那里，翟风茂对张斌说：“每次大鹅都会给你多留些。”这句话本来没什么毛病的，但听在张斌耳朵里就成了哥赚的钱没少留给你，别想着把自己摘出去。所以他才会愣了一下。我是感觉翟风茂是真的把他当兄弟，那句话也只是字面意思，只是张斌的心眼太多了，但凡有对他不利的人或事，他都会想要除掉。而且在原著中本来是没有张斌这个角色的，是剧版为了明确悬疑线新添的人物，那么张斌就绝对不可能只是帮凶那么简单了。注意，在人物关系图中，剧方给张斌的描述是好运物的老板，幕后从事走私生意，因当年的纵火案被陈毅警惕，是剧中后期的核心反派。反观翟风茂只写了他和张斌是好兄弟，也就是说当年那场大火跟张斌脱不开关系，而发生火灾的地点是专项调查组驻地。翟风茂和张斌吃饭的时候还说过，来消息了，督察组要盯他们了，怎么办？没什么问题。哥的钱不都投到工厂了吗？之前做的那些空白税单也都销毁了，做假账的皮包公司挂了倒闭。再来看看周康安和何文杰在车上说的，那些人天天说来查绿来，我给记混了，不是传销，是骗税。骗税跟传销可不一样，这要是查起来，整个藤城恐怕要变天了。我大概在网上搜了一下，骗税是指纳税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，利用收税优惠政策骗取减免税或出口退税的行为。也就是说呀，他以公开欺骗的手段骗得税务机关的信任，非法占有国家税款，并在表面上具有合法性，正好对应上了张斌说的什么空白税单和做假账的皮包公司。而且6年后，张斌还能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大众视野，甚至身份地位好像更高了。这么一看，很难不怀疑他呀，甚至当年的绿来案还可能和他有关。第10集，孙虎和陈毅说过，绿来也是翟哥的产业吗？当时闹成那样又会怎么样啊？虽然说是翟总名下的产业，但是张斌和翟风茂可是一起打拼上来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没经手过绿来呢？那么当初魏母藏在苗静床底下的账本就是个大雷了。记得开锁的刘叔就是绿来案的受害者，那么当年发生大火的时候，他不愿开，是不是害怕被打击报复呢？但无论如何，张斌和翟风茂真的很没人性了，很多无辜之人都要为他们的贪欲买单。就像在专项调查组驻地放火是为了毁灭证据，但也间接害死了何文杰。虽然目前没什么火灾后的镜头，但是饰演周康安的演员发过一个杀青视频，里面就有他痛哭的画面。除了失去爱人，我想不到这个时间段还有什么人或事能让他这么难过。虽然张斌重视陈毅，但他能为了烧毁证据不顾他人性命，那么陈毅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就像第10集，陈毅知道他骗税后想要退出，就以此来和张斌做交换，只求一个安稳日子。
但是呢，张斌可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他给他的那块手表就相当于是送给陈毅的项圈，既是赏识也是禁锢。显然，当陈毅向他坦白的那一刻，陈毅就不可能全身而退了。尤其后面的火灾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多么危险的位置。如果他不想受到威胁的话，就不能有软肋。所以啊，他才会迫切地让苗静离开。毕竟面对这么强大的势力，自己真的无法能保护好他。而且能看到张斌这个人的手段有多么厉害，即便6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安然无恙，也意味着藤城依然很危险。我不知道现在陈毅有没有给警方当卧底，如果当了的话，那么他的处境只会更难，因为一旦被发现，随时就会被张斌报复追杀，很容易就会连累到苗静。所以他的突然回归确实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但怎么说呢，在这件事上没有谁对谁错，陈毅只想保护好苗静，让她开心平安的活着。而站在苗静的角度来看，陈毅的态度转变得太莫名其妙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陈毅不要他了。说不难受那是不可能的，但6年的时间足够让他明白自己还是放不下陈毅，所以他才会选择回来，选择待在陈毅身边。不过我总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陈毅现在会觉得自己配不上苗静。怎么说呢？陈毅的爱是隐忍、牺牲和自我隔绝，他宁愿独自承受所有，也要护她周全。而苗静的爱是坚定、执着和义无反顾，她的主动奔赴就能说明她愿意接纳陈毅的一切。陈毅于她而言不仅是亲人，更是归宿啊！真希望接下来的剧情能多点糖啊，少点苦。虽然不太可能，但我还是想许个小小的愿望。我们的香肠没上啊，来，是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 ，OK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机场这种地方人太多，大家注意安全啊。我们原则上是不希望大家来机场接机的，但是如果大家确实是已经来了，我也不会说大家不要拍怎么样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也注意别人的安全，我们不捣乱我们的公共秩序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然后既然大家已经到这儿了，那就跟大家扯2句啊。周雨生用的香水是蔚蓝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好吧？一会儿这个我可能造成影响不太好，我心里面也会不舒服。然后大家也不要太那个，太把自己弄得太狼狈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哥，开机见！开机见！开机见！哎，然后大家尽量是我们这个开机啊、杀青都会有这个我们探班的名额啊，大家尽量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室这个方式，我们去参加，好不好？啊。哥可以比小狗耳朵吗？谢谢哥已经32了，马上33了，这小狗耳朵有时候能比。比完之后，哥回去膈应半天自己。哥能不能破群？隔空啊，隔空我们让大家都够不着。哥，谢谢。哥这儿。好。能破群？全就不碰了啊！都碰群好吧？全就不碰了，跟你碰完，跟别人碰不着，别人心里面也不舒服啊。我们尽量在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的时候再去做互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就他理解，好吧？好。好了，我们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往里站一站，然后我们车马上就要动了，小心不要碰到了啊！各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来，小心，小心，拜拜。感谢你们啊！哥，我被第1志愿录取了，恭喜你！好，谢谢。哦，恭喜你！来，优秀！吴超然你脱衣了，耶，加油！感谢各位大家对吴超然乐的支持，超帅！我希望你在宁波度过愉快的一周。会的。好了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